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金的变形金刚玩具视频。我们今天要介绍一款当年复刻的产品，应该是今年有几年了吧，或者说10年以上，应该我感觉是啊。当时的这个铂金限定版的里边的这个复刻记忆的铁甲龙啊，这也是我非常想玩的一款玩具，因为之前分享过一款 TF2000的配色的那款98福特，也是记忆福特的那个模具啊，玩的我是特别的爽，尤其是那个小楼梯啊，那个感觉啊，真的非常棒。而铁甲龙呢，其实在我没玩之前呢，我就有一些耳闻，就是它的一些电动啊，就像这个山猫号啊那种啊大号的电动玩具，这款也是可以自己走啊，可以自个儿走起来的这么一个大号的电动玩具，真的非常的赞啊！而且当时我就有想法说，什么时候能够玩到这一款记忆的铁甲龙。其实泰坦回归的铁甲龙我都没有玩。我记得啊，我视频里我记得像这个铁甲龙啊，像大力金刚啊，就泰坦级啊，这上面这个我基本上都没怎么玩啊。我记得就是从玩了泰坦级的大猛、福特之后啊，铁甲龙这个后边我就基本上就没玩，因为没什么意思，真的没什么意思，而且还特别大。包括后续的大力金刚啊，其实我看泰坦级铁甲龙今年有这个机配色的这么一个这个涂装的这么一个再版啊，看看到时候有没有可能玩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去补玩一下，因为毕竟真的没玩，比较不要算可惜，就算是一个补完的视频吧。毕竟多年之后的官方按照新的动画泰坦回归嘛，当时后羿战争、泰坦回归和天之力泰坦回归里面的那个造型的那个铁甲龙，其实跟记忆没有什么关系啊，也是脱胎于记忆，因为记忆的整个的角色没有那么多细节啊，泰坦级那一款上面细节超多，其实那个是泰坦回归的动画里边的这个铁甲龙还差不多啊，也很强。这款其实如果非得强行去找比例的话，可能它跟 G1 的猛大帅放到一起的话，可能是差不多啊，差不多，因为它的龙形其实并不是很大，而最关键的就是它的玩点啊，有的电动玩具的这个玩点啊也不少啊，然后呢，给的配件里面缺了一些雷达呀，包括枪就是在基地模式和要塞模式，就战斗要塞模式和城市的这个模式里面啊，缺了一些雷达呀，包括枪的一些东西啊，只有这些轨道，还有这个冲击，这是它的机器卫兵啊。泰坦级铁甲龙的冲击是后来在围城系列里面出的一个单独的地级插拔金刚那个啊，就变得就是它，但是它没有机里面没人形，就跟班房一样啊，是没人形的，但是它可以拆分，包括这个炮，看这个地方，这个炮啊，有光效的啊，这里面是195号电池，然后呢，这个地方的这个小车啊，也是这个它的标配的一个，就类似于像这个猛大帅的蹦蹦跳一样啊，叫全速啊，这个叫，但是也缺了武器啊，它本来是有一把枪的，哎，这个小车啊，当它的胸甲战士啊，行吧，看着还有点像飞天虎的那个胸甲是吧？那应该叫黑杰克啊，有点像那个车，但是这更科幻。在变之前呢，其实我已经装好电池了，我就想看一看它有没有能够真正就是在这个软的，因为我在床上嘛，这个就是比较软的这个软床上面，主要是能够走出来。我
觉得我这个电池已经给它，能够就是带动它走路的这么一个感受，试试吧。你先把它放到这个地台上，看看它能不能走起来啊。这个是主要的一点，因为可能相对于来说，它的在这上面走起来应该会好一些。我看一下啊，后边的开关我给它打开。哇，真屌，真牛逼！我去，小时候如果有这款玩具的话，你就是整个这个院子里最靓的仔。哇，好屌！能放到这个床这个上面，看它走起来行不行？这上我总觉得可能太硬了啊。这个上面是不是它走起来可能相对于好一点啊？看它能不能走来。看来我这个电池的电量啊应该不够了，走起来相对比较缓慢一点。它其实你看它的工作原理其实很简单啊，是不是？还是给它放这个上面吧，我觉得放这上走一走可能啊，放在软床上走应该还是不行，因为另外一个原因也是我这个电池可能也快没电了啊，我感觉啊。往这上走吧。啊，真屌！它是有连带的胳膊和腿上面有一个东西啊，里面是一个齿轮给它带动起来的这种感觉啊。来，最靓的仔，再给我们再走一遍。好吧，电池应该是快没电了，走2步就行啊，因为咱也别让它走的太多，因为这个电池的电量完全耗没的话，它彻底走不了了啊。把地台先放在这吧。我们先看看它身上的一些啊，这个比较牛逼的一些个地方啊。可动的地方就是咱们刚才看的这个地方是有可动。这个地方的这个手指有一方是可动，这里面有个炮啊，然后呢，这块打开拉伸，这块有个炮。在 BW 还是 BM 里边的那款吹破天啊，在这一块跟它是不同，这块是个角，这块就不是炮了啊，也是拿这个铁甲龙的模具就重新啊稍微小改了一下啊，去放到 BW 里面啊，也是个狠角色。然后这2个肩炮，放上来，剩下呢，好吧，你还想再走一走吗？好牛逼！扶着他走啊，那属于铁甲龙像老年的这种状态啊。
再走一步。好，停了吧。这基本上是它的武器啊，等等，包括它的尾巴上面其实也有一个武器，但是就需要把它拔下来啊。在这里啊，这是需要它的这个要塞模式的时候是需要的。所以呢，提到要塞的模式呢，咱们现在先给它变一下啊，看看能不能这个好放好啊，咱们能不能给它顺利的变满。好，这两管炮电镀啊还闪闪亮啊，虽然是复刻版，但是也隔了很长的时间了。这块头雕转180度，然后这两边其实泰坦级铁甲龙的变形跟它差不多啊，跟它差不多，没有什么变形不同的地方啊。有不同呢，其实就是在前面这个地方。有人说啊，这块这个有这个什么龙眼啊什么的，它只是做这块能够打开。仅仅是如此啊！其实人家这个类似于眼睛这个东西，这儿也有，并不是泰坦级的这个特别的啊，自创出来的，并不是啊。好，放到这里，这个炮咱们放下来。好，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冲击咱们就用上了啊。打开这个地方，放好啊。这个光效你乐意给它打开也可以啊，这块是可以亮灯的。然后呢，冲击的两个前面的履带这个地方，你看到了吧？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是它的一个齿轮。这个是这边，给它带上去。我说的缺键的这个地方在哪啊？缺键这个地方就在这个上面。这个时候是要塞的一个战斗要塞的一个模式啊。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那两把枪，但是很可惜，枪没有了啊。包括雷达是变成这个霸天虎这个城市的时候啊，那个雷达还是贴在这上面。但是呢，你把这个开关这个地方打开啊，底下连带这里边的齿轮就可以带着这个地方去旋转。就是说，那个雷达放在上面，它是可以转的啊，武器也是可以转的啊，绝，真绝，不服都不行啊，真的真绝了。好，这个炮放在这里。当然了，这只是它的一个要塞的模式，战斗要塞的一个模式啊，仅仅是如此。当然，这个冲击咱们可以再给它解锁，完全打开成配件，包括这个全速也可以放在这里。剩下下一步咱们要做的是给它变成所谓的和猛大帅相对应的，猛大帅是汽车人城，这个对应的就是霸天虎这一个城市啊。首先咱们就把这个地方给它这两个炮啊，这就是城市上面的一个一个楼房吧，就是这样的吧。你看一个这个这上面纹路啊，就代表窗户啊。这个炮咱们立起来，要做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把这个地方给它拉出来，这里啊，这个上面这个地方也是城市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两个地方咱们再翻上去啊。这底下这边吧，这边有一个开关，这里开关拨动，这个腿就可以给它分离。啊，你们想一想，你们如果谁有这个
泰坦级的这个铁甲龙，你们想想是不是一样啊？这地方拨开，好，展开，然后这两个地方啊，这两个地方插在后面这个地方。然后这两个轨道啊，一边一个，插哪边啊？插这边，对，插这边，插这边。它这块有个凸啊，但是上面是有形状的，你才能够契合上啊。看看啊，这样，然后呢，这个炮翻起来之后。这个全速你就可以给它放到这里上。为什么放到这儿上呢？后边有一个开关啊，就是后边一摁，这前面这个挡板会翘起来啊。但是这个时间长点不太灵了啊。也就是它能够把它弹出来之后，这个全速可以顺着这个跑道，它是可以下来的。就类似于这样啊，这么多年，应该它的这个弹簧功能已经失效了啊，有一点。好，调高一点啊，城市还是比较高的啊。好，别看这个铁甲龙，你看着鸡的这个个头小，但是变成城市这个整个摊开这一块也不小。啊，就是仅仅就缺了这些个配件，但是剩下呢这么多年这个东西还能这个玩啊，这还有两个板子啊。好，这打开了，这样是彻底完了啊。看到，就是说这么多年啊复刻之后，肯定复刻有一点是比不了老版啊老版本，就是它复刻的材料。肯定是跟之前的老版本是不一样的啊，这一点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呢，当年的老模具追高了啊，就是说，如说追高吧，价格已经攀升了啊，你就是遥不可及了。但是多年之后，官方能够复刻出来，即便材质下降了，但是呢，你终归有这个机会能够买到，并且玩一玩这个当年。85、86年的这个设计，真的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一件事，起码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很荣幸的。虽然它并没有找到它上面有类似于像福特的那个旋转电梯那个结构没有找到，但是这个自动行走的这么一个这个晚点我觉得已经非常的爽，真的。小时候如果你手里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玩具放在你手里并且中网电池，冲着这么多小伙伴把它开关一打开，直接在地下架咔咔这样走的话，你就是别说是这帮小伙伴里头你就是所有这个班级里面，所有这个年级里面最靓的仔。这个现在来看看小时候，以我小时候想玩到这款玩具的可能性是几乎是没有的，因为很贵家长是不会给你花当时的几十块钱去给你买这个东西，因为当时的家长才挣多少钱，回去可以问一问那个年代80年代末那个时期，家长每个月的工资是多少钱，所以说并不可能斥巨资给你买一个这个玩具回来，那是不可能的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以我个人来说吧，很庆幸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有机会能够去玩当年我小时候的玩具。以不庆幸的呢，就是我只能玩这些老机的玩具，因为新的玩具基本上跟他们比的话没有什么意思。庆幸的呢，就是可以再玩一玩小时候错过并没有玩过的这些玩具，在我面前玩起来还能够找到童年的感觉，这是我现在比较庆幸的事情
希望吧，希望后边我可以玩到更多的这样类似于这样的记忆玩具，跟大家去分享，包括萨克巨人啊，记忆的萨克啊，我觉得那款可能我也会在不久将来会跟大家分享啊，希望吧啊，尽快跟大家玩那款萨克巨人啊，这么多的厂商啊做萨克，记忆怎么做的，到时候跟大家一玩见分晓。好吧，那么这个呢就是小金的变形金刚玩具视频，谢谢观赏。